薯条很美味，薯条蘸番茄酱简直是天堂。问题在于根本无法倒出恰当好处的酱料。我们习惯了倒番茄酱，但没意识到该行为的奇怪。想象一只装有钢铁般坚硬的固态番茄酱的瓶子，摇晃无法使钢铁倒出来。再设想同一个装满水一样液体的瓶子，它像梦一样倾泻而下。但是番茄酱似乎无法拿定主意，它是固体吗？还是液体？答案是这得看情况。世界上最常见的流体，比如水、油和酒精，都对力的回应呈线性。如果你倾倒它们的力翻倍，它们的流动速度也会翻倍。以苹果一时闻名的牛顿爵士最先提出了这种关系，所以流体也称为牛顿流体。番茄酱是线性规则破坏者的一员，称为非牛顿流体。蛋黄酱、牙膏、血液、花生酱和许多其他流体对力的响应都呈非线性，也就是说，它们的表观厚度根据推力、时长或速度而有所不同。番茄酱实际上从2个不同方面说属于非牛顿流体。第一，越用力推，番茄酱似乎会变得越薄。在某种推力下，番茄酱基本表现得像固体，但是一旦越过了极限，它就会改变，变得比以往更薄1000倍。听起来很熟悉，对吧？第二，如果你最终用小于临界力的力道推它，番茄酱会开始流动。在此情况下，时间而非力道是从玻璃瓶倒出番茄酱的关键。那么，番茄酱为什么表现得很奇怪？番茄酱是由粉碎、打碎、击打，最终摧毁的西红柿制成的。看到这些微小粒子了吗？这是经番茄酱处理工艺之后残留的西红柿细胞。这些粒子周围的流体呢？那大多是水以及一些醋、糖、香料。番茄酱只是簇拥在一起，而西红柿粒子却均匀随机分布着。假如你快速施加微小的力，粒子会相互碰撞，但无法相互避让，所以番茄酱不会流动。假如你快速施加强劲的力，这些额外的力足以压扁西红柿粒子，所以它们可能会被压扁成椭圆形并膨胀，而不是保持小球状。现在有足够的空间让一群粒子绕过另一群粒子了，于是番茄酱流动了。假如你施加很小的力，但保持很长时间，结果会发现我们不确定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一种可能是容器壁附近的西红柿粒子逐渐被挤到容器中间，离开了溶解它们的汁。这些汁基本上是水，靠近容器边缘。水充当玻璃瓶和中央番茄酱之间的润滑剂，所以番茄酱流动了。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粒子慢慢重新排列成许多小组，然后相互流过。研究流体流动的科学家们仍在积极研究番茄酱如何相互作用。番茄酱基本上会随着推力的增大而变薄，但欧布列或一些天然花生酱等其他物质实际上会随着推力的增大而变厚。其他物质可能会爬上旋转杆或继续从杯中流出，如果你让它们动起来。从物理学角度来说，番茄酱是较复杂的混合物之一。如果这还不足为奇，分子的平衡再加上黄原胶等存在于许多果汁饮料和奶昔中的天然增稠剂，可能意味着2种不同的番茄酱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但大多数物质会表现出2种不同的属性，在临界力作用下会突然变薄，在微弱力的长时间作用下会逐渐变薄。这意味着你可以用2种方式从瓶中倒出番茄酱，长时间缓缓摇晃以确保不会突然停止施加作用力，或者非常用力拍打瓶子1次。真正专业人士的做法是保持瓶塞塞住，剧烈短促地摇晃瓶子几次，以唤醒所有西红柿粒子，然后把瓶塞取下，优雅地将番茄酱倒在美味的薯条上。当我们要回答重要问题时，比如为什么番茄酱这么难倒出来，为什么无能的人觉得自己了不起，观看这个视频一探究竟吧。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在我们的频道中，我们提出并回答了生活中最大的问题。